能被财富、美女、权力围绕着的男人，一定是无相的，因为你驾驭不住的东西，最后都会显相。情绪驾驭不住呢，就会怒气卦象；财富驾驭不住呢，就会铜臭外露。关系驾驭不住呢，哪怕你1个月给他花10个、20个，那又怎样？他该走的还是会走的。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中年男人最容易栽跟头的3项以及应对办法。我知道很多兄弟都觉得说自己拥有了财富、权力、优质女人，自己就会不请自来小日子过得是幸福美满。但实际上怎么样？有钱的哥们儿心里最清楚。焦哥只想告诉你们，如果说一个人的内在承载力他跟不上这些外来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就会像一面照妖镜一样，把他内心最虚弱、最匮乏的部分照得清清楚楚，然后反客为主，成为控制你的主人，暴露你的破绽，最后女人、财富都会离你而去。所以以下3项是你务必要驾驭的。第一个就是情绪卦象。很多人觉得脾气大是因为性格直其实不是的。所谓的情绪卦象呢，本质上是一个人的内核不够强大，他无法兼容外界的负面信息。焦哥以前刚创业的时候也很容易焦虑，遇到点事儿，就是特别是那种计划以外的变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烦躁甚至会把这种情绪甩给身边最亲近的人。后来我就意识到了，这其实是一种极度的无能的表现，因为我驾驭不了这种变故，我没有办法就是在内在去快速消化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我就只能通过发火，或者说甩脸色，或者这种反正就这种原始的廉价的一种泄压方式，把压力排解开来。很多来找我的兄弟都有一样的东西，就是只要女生一旦质疑他、冷淡他他的情绪就会立马暴露无遗，烦躁、反驳、对抗、愤怒，各种情绪瞬间上头，就像是一台失控的机器，要碾碎一切名为落差的变数。因为他们太想要确定了，他们习惯了商业上那种确定性的回报，所以他们就驾驭不了在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就比如说你谈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那其他男人必定也是垂涎3尺的吧说不定就是他公司哪个领导等等，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跟你讲的什么？最近公司有个男的好像在打听我你要怎么回应普通男人马上就是谁呀？他想干嘛呀？这种愤怒的情绪就会立马被点出来，甚至有些心态差的还会去怪这个女生说，你每天打扮那么花枝招展的，你不去招惹别人，人家会看得上你我跟你们讲，一瞬间你的雄性魅力直接掉得一干二净，因为你表现得过度在意其他男人了，那这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你这个时候越是激动，就越是显得你很自卑，你知道吗？女人就会立马察觉得到，然后就铺垫了你们未来的这个日子里的矛盾所以你其实可以淡淡的回应，那你要不先看看他是不是要给你升职了我最近挺忙的，你自己的课题你自己好好处理咯如果说遇到麻烦了，真的需要我了，你随时跟我讲，我一定会出手的。面对这种负面信息，你一定要先稳住，不管他是随口一提还是说是故意试探，你的从容与自信才是他的避风港。而且类似于这种就是出现第三方的情况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说不定已经发生了，只是你没有察觉。所以说情况是复杂多变的，话术呢也并不关键，关键的是你得提升你的两性认知，得修炼你的内核，只有你足够的强，你才能够应对各种情况驾驭情绪，驾驭关系。 OK， 我们可以再来讲一下第2个点，叫做财富卦象。很多挣了钱的人都会马上去报复性的消费甚至会疯狂的去填补空缺，往往其实就是财大气粗，对不对？甚至就会给人一种很不适的感觉。说实话并不是说别人嫉妒他而是他疯狂的炫耀，甚至待人刻薄，看不起那种不如自己的人，这样的感觉会让人感到很不适。其实这就是驾驭不了财富的一种表现。当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靠银行卡里的数字来支撑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一种攻击性以及一种浅薄。他急于向世界证明说我有钱了这种急迫感恰恰暴露了他骨子里的匮乏。金钱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这个加持，对不对？但是因为他驾驭不足他反而成了一场全方位的出行，把他的功利还有短视以及傲慢放大了无数倍。那同样的，
财富卦象在感情里面呢，表现的就是物化自己。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啊，并不是女人把你当成了供养者，而是你自己把自己定义成了付费者。你潜意识里面就认定了，想要拉近关系，想要得到好感，你就得去花 money 啊，就好像除了物质条件以外，你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吸引到对方了。那你今天给他买个包，对吧？他回你一个香吻，那你明天给他转个账啊，他又陪你吃了顿饭，久而久之，你们之间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一种等价交换的默契。你可能还会觉得说，哎，挺好的吗？不是吗？但我告诉你们，你这样的话，你永远谈不到优质女生。就算优质女生跟了你，她也会慢慢被你变成一个，不太好的女生啊，甚至你会把本来就很爱你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只爱你钱包的人，真的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如果说随便冒出来一个能够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的物质不如你啊，魅力不如你，各方面都不如你，但是人家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这个女人就会头也不回的离开你。因为人性最深的啊，就是最需要的，真的不是钱财，而是尊重。所以真正驾驭得住财富的人呢，他是把钱当成了一种流动的能量，他懂得尊重财富，更懂得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人。就算他给女生花钱，他也是出于是自己高兴，他会告诉这个女生说什么，给你买包也好，转账也好，你大可以放心收着，我并不是想要以此换取什么，只是最近呢有你陪着我很开心，而我手里呢恰好有钱，我可以给你一些物质上的回馈啊，我希望你也能够开心。他不需要通过物质来绑定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其实物质带来的魅力才算是真正的长开了啊！你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当有一个人这样对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觉得他有魅力吗？你想不想主动去追随他，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底气与自信源自于你的人格，并非资产啊，那你才算是真正的驾驭住了你的财富。 OK， 我们再讲最后一个点吧，叫做权力卦象啊。权力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也是最迷人的，同样啊也是最容易让人显象的一个东西。判断一个人的水平，不要看他在低位时会如何的谦卑，要看他手握权力之后他会如何对待他人。有些人一旦当了领导，哪怕只是管理2-3个人的小组长，他就会开始什么拿腔拿调，盛气凌人，说话也一定要颐指气使的，决策呢也一定要显示权威。这样的人呢必定是得不到忠诚的，也没有人会心甘情愿的去追随这样的人。这不仅暴露了他的傲慢，更预示了他的未来。因为德不配位啊，必有余殃啊。很多感情的破裂与背叛都是如此，根本不是源于外部的诱惑，而是内部的瓦解啊。极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一方的压迫和掌控啊，催生了关系的这个分裂。你们想一想，要是你的任何决定都要听从对方的指示，你的感受也不重要了，对不对啊？甚至都没有人 care 你啊，你做的每一件事儿，每一个观点，对方都要跟你说不对，你不懂啊，听我的，你觉得窒息吗？所以说啊，带领并不是命令与压制，真的兄弟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不要把职场上那套带进卧室里面。真正强大的男人，他们从来都是不需要去掌控任何东西的，而是去塑造引力。他有自己的底线跟框架，他也能够为对方去兜底，那他往哪儿走，对方自然就会紧跟其后。所以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藏，而是修。修你的认知，修你的心性，修你对人性的理解。修到最后呢，你就会发现你不是在驾驭万物，而是驾驭自我。最后还是那句话啊，跟着焦哥呢，焦哥带你学习人性，用人性。下课。